台独分子在过往的讨论当中，袭击大陆的民生目标是很热门的话题，比如说怎么样的破坏三峡大坝，怎么样的破坏大陆的重要的军事或民生设施。在80年代台湾军方出版的军事教材里面，甚至讨论过怎么样的摧毁大陆的医院和幼儿园，那简直是惨无人道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台独分子打算劫机撞击上海中心大厦。根据台媒的报道，9月13号有台湾网民在台湾 PTT 论坛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：用多少民航飞机加满燃料才能够撞倒上海中心大厦？上海中心大厦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图片里面高度最高的这栋高楼，它是上海市的一座超高层的地标式的摩天大楼，建筑主体118层，结构高度580米，是全球第2高楼。大厦2008年11月29号动工修建，2016年3月12号完工，其独特的龙形外观尤其引人注目。台湾网民的这番言论即使在台湾也引起了强烈的震惊，很多人直斥为恐怖主义并且报警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台独分子未必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台湾方面的民航安全记录不算太好，不但飞行员的素质参差不齐，而且莫名其妙的发生空难也不是1次2次了。因此如果少受死硬的台独分子劫持民航飞机到上海去制造恐怖事件，就算是小概率的事件，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。台湾民众虽然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遭受经济停滞、贫富严重分化的折磨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台湾地区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名列前茅的，不应当成为恐怖活动的发源地。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台独思想和反共思想的毒害，相当一部分台湾青年对大陆持有极其敌视的态度。这种敌视不仅仅是针对大陆的执政党、政府和军队，也针对普通的大陆民众。在他们看来，大陆人民简直就不算人。台独分子在过往的讨论当中，袭击大陆的民生目标是很热门的话题，比如说怎么样的破坏三峡大坝，怎么样的破坏大陆的重要的军事或民生设施。在80年代台湾军方出版的军事教材里面，甚至讨论过怎么样的摧毁大陆的医院和幼儿园，那简直是惨无人道。在大陆所有的目标当中，上海一直是台独分子最想要攻击的首选目标，因为上海面积大，高价值目标多，人口密度高，而且距离台湾地理上比较接近。改革开放，特别是两岸三通以后，有大量的台湾人在上海谋生，这些人对上海的了解超过对大陆其他城市的了解。全世界都很清楚上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战略性地位。如果对上海进行恐怖袭击，破坏上海的正常生活，尤其是攻击甚至是摧毁上海中心大厦这样的地标性建筑，肯定会对上海乃至全中国产生严重的影响。台湾攻击上海是有先例的，早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，刚刚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因为不甘心失败，就对上海实施了20多次轰炸。台独分子长期生活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，自然也对破坏上海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上海是全世界排名前列的国际性超级大都市，除了上海大厦之外，整个陆家嘴金融中心都布满了高楼大厦。东方明珠电视塔更是耸立在浦江之畔的重要景观。恐怖分子要在上海寻找地标性的建筑实在是太容易了。就算飞机不能够进入上海市区，浦东机场本身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目标。劫持民航飞机进行恐怖活动是很难对付、很难处置的。一方面，飞机上可能还有好几百无辜的乘客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某座建筑被飞机撞倒，也会造成非常惨重的伤亡。特别是在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街区，恐怖分子可以一边飞行一边寻找攻击的目标。如果事态真的严重到了要去面对用民航机实施恐怖袭击的情况，上海不妨借鉴一下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安保措施。当时解放军在奥运村地区部署了红旗7号地空导弹武器系统，这种导弹最擅长于拦截中低空的目标，
而且机动灵活，反应很快，宁可把恐怖分子凌空打爆，也不能让他们在上海市区造成严重的伤亡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